这是啥？子宫颈。那这个呢？我脸一热，赶紧胡乱另指一个。阴道口的，我不问了，我哪知道从福尔马林里捞出来的这坨玩意儿是牛的子宫体。我实在受不了了，眼泪跑出解剖室，45度仰望天空，是天意吗？随手填的最后一个志愿专业，就这么让我上了。借着福尔马林熏人的劲儿，我又多挤了几滴眼泪。我想做个天天穿短裙化着淡妆的妙龄女大学生，而不是有事没事套上白大褂，戴着口罩，手上拿本动物解剖学，跑来解剖室忍着眼泪对一堆肌肉骨骼神经认来认去。踏入大学的校门之前，我脑子里早就幻想过与戴着金丝眼镜、手里捧着经济学书的学霸转角相遇，他帮我拾起掉落在地的课本，温柔地递给我，而我抚了抚发丝道声谢谢。我的美梦还没做完，就看到手机上赫然显示着恭喜您被本校动物医学专业录取。是不是以为挺美好的？猫猫狗狗多可爱呀！医者仁心，喵界摘蛋手，汪界断欲王。我换个叫法吧，其实就是兽医，还没摸上阿猫阿狗呢，我已经快和水牛带出感情了。好不容易我学习心大发，从寝室床上爬起来，来解剖室拜拜动物大体老师。瞥见咱院的院草，低头认真地跟同学讨论桌上的一坨不明器官。别说，这角度还真帅，浑身散发着认真钻研的学术气质，要不人家怎么说认真的男人最帅呢？看到帅哥，我心里顿时宽慰了许多。不顾福尔马林极强的杀伤力，我立马凑到他旁边。帅哥就是帅哥，这小声音又温柔又好听，这我不得多向他请教点学术问题。直到他说这是阴道口的时候，我默不作声，冲出了教室。我有罪，我反省，我不应该在解剖室这种神圣而又纯洁的地方耍小心机，试图搞点暧昧。当然这院草是我封的名号，我闺蜜说我是不是帅哥见得太少了，我说你不懂。本来入学分班后，看着班上的名单里仅有7个男生的时候，我以为我的大学恋爱指定泡汤了。但我没想到，当我坐在教室后排，我一抬头看到他进来的时候，我只能用2眼放光形容自己。帅，真特么的帅。原来我珍珠这辈子也能跟帅哥做同学吗？你不懂，人家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帅，就是很正，有点黎明的味道，港星你懂吧？五官立体，轮廓硬朗，声音又温柔又有磁性。我噼里啪啦赶忙给我闺蜜舒燕发消息。院草的名字也好听，公亲，人如其名，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我亲上。那你上啊，快跟院草谈恋爱，告诉我什么感觉。我闺蜜上一秒嘲讽我，下一秒比我还激动。哎，这等大帅哥能轮得到我吗？我看了看咱们院的美女可不少呢。果不其然，晚上我就在表白墙刷到了她的照片。照片里她穿着黄色卫衣，捧着平板躺在床上，眼睛正巧看向了镜头，表情愣愣的，看样子是舍友光明正大偷拍的。我刷了刷下面的评论，一水的夸好帅，还有不少人在底下要 QQ 号，偏偏班上同学还艾特了他。呵，帅哥终归还是被发现了，气得我打开吃鸡，准备大开杀戒泄泄怒火。意外发现 QQ 欧公亲的头像亮着，我当然不会主动邀请他双排，虽说他是我的理想型，但我是个高冷矜持的人，就连他的 QQ 我都不是主动加的，因为他是刚上任的学委，把同班同学都加上了。我自己点了随机匹配，让他知道我也是玩这个游戏的就行，日后好约。好吧，美色当头，我就矜持了2天，就拉着舍友说要玩吃鸡，拉几个人4排，这不凑巧吗？赶上公亲在线，美滋滋的组了队，特意戴上耳机，捏着嗓子，趁机跟他拉拉关系。学委，你那边有车吗？你开车来带我吧。好，等等，我先找点物资。耳机里传来温柔磁性的声音，我在这头嘴角疯狂上扬。学委，有没有多余的子弹啊？有，我给你。等下，我好像看到人了，我准备在公亲面前大显一下身手，结果对面山坡那人直接把我狙倒了。尴尬，真尴尬，这才玩多长时间，我就要变成盒子了。我不好意思说话，一直让系统发出救救我救救我的女声。公亲也没说话，过来扶了我一把，估计觉得我挺菜的吧。事实证明，玩了4、5把，我真挺菜的。他不在我面前秀2把，我之前甚至还以为我自己的水平能去打职业赛呢，但我仍旧认为是男色误游。晚上我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想着他那句这回应该是人机吧，你不用这么苟着的。哎，真烦人，男生应该不喜欢游戏打得不好的女孩子吧？我不死心，我要为自己证明。这次我没让舍友去拉他，主动去小窗 Q 他。学委，上号吗？今天状态极佳，肯定把吃鸡，顺手发了个冲冲冲的表情包。不了，学委好冷漠，连个表情都没带。
昨晚那几个都在呢，就差你了，来4排呗。我生怕他不来玩，还是拉出了舍友。真不打了，我在自习室啊。哦，那好吧，我去玩了。哦。后来我1周都没上号，没意思，龚钦对我没意思，谁开学1、2周就去自习室啊？而且最近还在军训。我珍珠向来是个怂得最快的人，我感觉你退了1小步，那我就会立马后退1000步，再拐个弯顺带把门带上。一直到军训结束，我都没拉我舍友去偷偷看过龚钦一次，不就长得帅了点吗？不就是穿个迷彩服，在一众黑黢黢的男生中最夺人眼球吗？好看的男生要不得，好看的男生一定会引人注目，勾魂摄魄，招摇过市，招蜂引蝶。事实证明，我珍珠眼光毒辣。军训结束才多久啊？学伟身边就多了几个女生。那天我碰巧出校买鸡蛋灌饼，站在摊位旁等大叔摊鸡蛋的时候，无聊四处张望，一转头就看到他们坐在 KFC 2楼窗边谈笑风生。我翻了个白眼，呸，蓝颜祸水。大叔，帮我多放点辣，我失恋了。明明我先觊觎上的小帅哥，一个没留神就给别人拐跑了。龚钦一定不知道被我单方面宣布出轨了，人家也就跟我打了几把游戏。看着他说下面那么多女生给他评论，他还没每条都回复，我决定不再跟他讲话，我要恢复我社交上的冷漠，我把他屏蔽了。可偏偏我和他学号挨得近，做实验都是面对面的，这就更加导致了我无心做实验，偷偷在那垂涎穿着白大褂的实验室帅哥。当然了，我以为自己偷看技巧万分高明，然而后来，龚钦跟我说，第1节实验课他就注意到我老是坐着就偷看他，他感觉我再看几眼都要流口水了。我一副被抓包的慌张，问他当时啥想法，他说最讨厌花痴了。捏妈，我以后再也不偷看了。上大学的日子过得飞快，期间我还是主动找过龚钦的，当然都是躺在宿舍好声好气求他上课点名的时候直接跳过我，要么就说身体不舒服不去开会。他每次都说好。学伟是个好人，跟班里同学关系都挺好的，也会主动跟我搭几句话，这让我很心虚，毕竟我还在心里偷偷吐槽他，还把人家屏蔽了。我又把他从不看他列表拉了出来，不过我已经不喜欢他了。我珍珠，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直爽人。呸，你少放屁了，又给自己脸上贴金。我闺蜜显然不赞同我给自己的定位，信不信随你，往事已成风，我早就是这么一个成熟人了。当然后来我也记不起当我看到龚钦空间官宣女朋友时的感觉了，我甚至还跟着底下的人扣了一串9999999。我只记得自己心里酸酸涩涩的，有种老母亲发现朝夕相处的儿子突然有一天领了个小姑娘回来。当然我不是他妈，他也不会向我报备，我只是一个刷到官宣动态并且只能送上祝福的同班同学。我仔细看了看女生，挺好看的，再看看发现有点眼熟，这不是我选修课上的同学吗？我之所以记得，因为那天老师让小组代表上台总结，他一口超级流利并且带着点音腔的英语惊艳了我一把，我甚至还在宿舍群里猛烈夸了他一波。大学真小，比小学还小。脑子又一闪，原来那天龚钦被偷拍上表白墙，旁边坐着的妹子也是他吧？那会的我怎么会想得到，跟我在同一小组的龚钦，甚至就坐在我前面的龚钦，就这么被一个外院的妹子拿下了。罢了，反正我都不喜欢他了，在这儿寻这些蛛丝马迹有什么必要呢？哎，你说人家上大学才叫上大学，我连本专业的人都没认全，几乎零社交，人家已经和1周只上1节课的外院妹子好上了，我躺在床上跟我闺蜜吐槽，你以为人人都像你吗？吃喝喝睡，天天翘课，人家是学伟，成绩优秀，社交丰富，多方面发展。好吧，看来我也得多社交，我总不能到毕业了都交不上一个同校男朋友吧？我也想谈恋爱，我也想跟男朋友在校园里手牵着手。当我告诉我闺蜜我已经看中目标的时候，她很震惊。这才过了1天，我上哪揪到一个？说来也挺搞笑，陈默就是咱们院的。那天我心血来潮去上了早课，碰巧看到他在过道收作业，我俩一对视，电光火石之间，我沉寂的心迎来的久违的飞速跳动。问了舍友才知道，这居然是我们隔壁班的。也难怪，我都要800年没来上课了，就算来上课，眼皮子也不抬几下。虽然他没有学伟帅的让我惊心动魄，但也算个阳光少年，毕竟现在的我太渴求校园恋爱了。二话不说，我得把这个人拿下。追人得拿出诚意，怎么说呢？我珍珠从来不会主动去加异性。现在我这朵网络社交上的高岭之花主动折腰了，你要是不同意我的追求，那就是你不识好歹了。看来我太久没主动撩拨男生了，我要是温水煮青蛙的话，怕是煮到毕业，这青蛙肉我都吃不着。
沉默实在太慢热了，真是人如其名，惜字如金，金口难开。没事，我要有诚意，我要感化他。就算是尬聊，我也不能打退堂鼓。追男生法则第1条，约他看电影。看了看院线上新《复联4》要上映了，我试探着约了约，还就成功了。为了多找点话题，我躺宿舍里恶补了前面好几个系列。当我哭着从影院出来后，他贴心地递上面纸，还有外套。为啥要有外套？那当然是我精心安排了午夜档电影。那一夜13度，我光腿短裙，瑟瑟地期待爱情的到来。追男生法则第2条，看他打球并送水。看电影还是有成效的，毕竟他还主动过来告诉我这周末有篮球赛。这赤裸裸的暗示，我能不懂吗？我拿着水站在篮球场上，看他在阳光下挥洒汗水。成功进篮后，他还频频回头与我对视。啊，我这妆没白化，我这太阳没白晒。沉默马上就要被我拿下。追男生法则第3条，扯淡，尽他喵的扯淡。这谁给我的法则？我要举报他欺骗无知少女。你说都这样了，都有暧昧的眼神交流了，结果他说他不想谈恋爱，几个意思啊？这他喵的不是浪费老娘的时间吗？我气得跑过去跟我闺蜜狠狠吐槽。就是啊，他是个渣男吧？明明就很暧昧了，结果转头说对你没意思。在我按捺不住跑过去试探沉默感情问题时，他却突然说暂时没有恋爱的想法。哎呀，是呀，谈恋爱多麻烦，单身多香，我还能说什么？我珍珠就是死也要死的体面点。短短1年多，我珍珠感情受挫2回，一个是得不到的大帅哥，一个是玩弄无知少女感情的暧昧渣男。我不愿再笑，这江湖上再也不会有我珍珠的传闻了。沉寂了有半年之久，情场失意，我转头去了游戏场。吃鸡已经是我的伤心的了，我决定去王者峡谷开启我的新人生。但是我没想到，我在峡谷遇上了同样情场失意半年的学伟。出来峡谷，我用安琪拉杀出一片腥风血雨。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人生第1把王者出击，被男生宿舍的公亲尽收眼底。后来的后来，我问他怎么知道我玩王者的，他说那晚他打晋级赛，碰上演员，连跪几把，心情特别差，准备睡觉，结果退出来看到我在游戏中，就进去看我打游戏。安琪拉还有最后一滴残血的时候，我没回城，反而回头围了一下中路的残血凯，一个被动直接当场没了。公亲说看到这的时候，他笑了一晚上。你说说，这叫什么话？没想到你这个游戏黑洞还去峡谷送人头，你怎么连被动都不知道呀？这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学伟说出来的话吗？后来气得我去把设置里面允许别人观战给关了，这是人能设计出来的玩意儿吗？我不要面子的吗？万万没想到，原来我那场七凯之战竟然被班上仅有的7个男生都围观了。我气呼呼地跑过去找学伟对峙，你嘲笑我就算了，你怎么还跟你舍友说呢？学伟发来一个蒙圈的表情，我没有啊，我就是独乐乐罢了。那怎么我一来教室，郑俊他们就笑我，我还是不信。可能大家都觉得你那么憨去打王者很搞笑吧，就想围观，我拳头硬了，这不是瞧不起我吗？公亲看我许久不回复，以为打击到我的自尊心了，跟我说没关系，你要是想打好的话，我可以带你。看来峡谷是伤心人士的疗愈之地。公亲给我发了消息，说在思修教室帮我留了座。我拿着手机屁颠屁颠地跑过去拜师。虽说是学一门手艺，但是我仍旧不得不感慨，帅哥就是帅哥呀，怎么戴个腕表戴条墨色串珠的手都那么的有吸引力？不行，他已经是姐的过客了。俗话说得好，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是来学拜师学艺的，笨徒儿怎么能肖想自己的师傅呢？公亲问了问我的想法，推荐我玩孙尚香，并且很贴心地示范了几把给我看，又让自己玩几把，他在一边看着指导我。这属实让我有点害羞，毕竟让一个你疯的院草坐你旁边认真地看你打游戏，偶尔温柔地提醒几句，你还能感觉得到他的鼻息和身上洗衣液的清香，你能不心猿意马吗？阿弥陀佛呀，我不是圣僧啊，我是花痴啊。幸好人家就是很认真地在指导我，不然他一定能看到我发红发烫的肉脸蛋。不过我求学的心还是很坚定的，毕竟我要王者归来，惊艳大家一把。虽然没有明面上的拜师收徒，但是公亲还是挺尽责的，看到我在线的时候会过来捞我几把。那天上选修课，几周没点名的老师突然开始挨个点名，点了公亲的名字，下一个就是我。不过我没在意，我还在峡谷里跟人对骂，队友喷我孙尚香垃圾，一个射手打不出伤害。虽然我确实很心虚，但是一看他的战绩零时，就这，你还骂我？一直到下课我才发现公亲给你发了消息，好巧，你也选了这个，哈哈，
是的，我记得我们大一的时候就有好几门选修一块上的，所以1周后的选修课，龚钦让我帮他占座，他要开会，迟会到。我满口答应，太好了，又可以捞捞我的孙尚香了。快上课的时候，他急匆匆地赶过来，坐在我旁边。我瞄了一眼，他今天穿了一件蓝色衬衫，里面一件黑 T 打底，里面压着一条红绳，戴着金丝框眼镜，有些气喘吁吁，顺手打开了电脑。就一眼，就这一眼，我顿时心跳如鼓，小鹿乱撞，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我能跟他睡觉吗？原谅我是个小色女，如果说之前干净帅气的学伟是我的惊鸿一瞥，那现在戴着金丝眼镜的龚钦简直就是我的致命一击。我极力抑制自己，偏偏这会他又凑近看我的游戏界面，捏妈，他会不会听到我的小心脏疯狂跳动？我打游戏打得有些心猿意马，珍珠啊珍珠，好马不吃回头草，你怎么这么没出息？接下来的2节课我都没好好上，我告诉自己，我们只是凑巧一块打游戏，凑巧一块上晚课，而且人家也没别的意思，我也不应该想入非非。何况我刚跟闺蜜说过，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单身最快了，这才几个月又被男人迷得失了智，而且还是同一个男人。感觉自己那份冲动渐渐消退的时候，正好下课了，我准备去操场吹吹风，让自己清醒，男人碰不得。龚钦却突然转过来跟我说，珍珠，要去吃 KFC 吗？啊，我在减肥呢。我一愣，这事还找我约饭了。不过我还是很理智的，我双11买了电子券，今天发现快过期了，太多了，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好吧，可以，我该死，我有罪，我还是没能经受住美色的诱惑。事已至此，先吃饭吧。坐在店里跟龚钦聊天，这是我和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聊天，没有想象中的尴尬和无话可谈，相反，我们聊得很开心，开心到当晚我失眠了。我把原因归结于那杯可乐。龚钦很好，真的很好，他比我遇到的男生都要好，好到我无法总结他的优点，也好到我无法细数他的优点，好到让我觉得他一定不会喜欢像我珍珠这样连名字都平平无奇的普通女生。所以我跟他的相处也就是像朋友一样，他会教我怎么正确运动减肥，我也会跟他吐槽游戏里的脑瘫队友。他会约我一起去跑步，会约我一起去自习，会主动给我学习资料，会温柔耐心地听我吐槽。我不会，我什么都不会。其实我挺后悔答应去跟他吃顿饭的，就做个偶尔约约游戏的普通同学不好吗？我不想发现原来他比我想的还要美好，我不想近距离接触以后有什么不安分的想法。我害怕我控制不住情感，说了喜欢以后，身边就少了一个这么美好的好朋友，所以我很被动。他来找我，我会答应或者敷衍，我只能抑制住自己，不要主动往前迈步。一直到那天晚上，龚钦突然对我说：“珍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事情是这样的，那天班级聚餐，班上几个男生女生提议说要吃完饭去唱歌喝酒，我比较犹豫，因为记得上次喝酒之后，我跑到对面宿舍拿人家床帘当围裙，要拽下来跳舞，后来还死命抱着厕所的门不肯回去睡觉。虽然我跟龚钦关系已经算很不错了，但我可不敢冒这个险，在他面前耍酒疯。就在我犹豫的时候，龚钦过来问我想不想去。我喝酒有点不太行，没关系，到时候他们劝酒我帮你拦下来也成。我舍友他们先出发了，我还在宿舍磨蹭着化妆。龚钦说他要开会晚点去，让我等等他。去的路上，我似乎闻到了香水味，我问他是不是喷了香水。用了矿液。他磁性低沉的声音加上香水，真的很蛊惑人心。我说那我闻闻，便侧头嗅了嗅。没成想他怕我闻不到，竟然梗着脖梗凑过来，我的鼻尖差点撞上他的脖子。我心跳顿时漏了一拍，也没仔细闻，转过脸去，慌张地说了句挺好闻的，似乎还听到他轻笑了一声，我也没敢看他。我俩是最后到的 KTV， 同学们看到我跟他一块来，还发出了类似于起哄调侃的声音。我脸一热，总觉得氛围怪怪的。他倒是挺大方的，带着我找了位置坐下。我尴尬的一直假装点歌，最后点了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本来只是我的独唱，刚唱完开头，郑俊就把话筒递给了龚钦。我心里1万个呐喊，不，没办法，硬着头皮唱了下去。没想到龚钦这种帅哥的缺点竟然是跑调，有些掉落在我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漫长的3分钟过去后，我搁下话筒，龚钦突然转头带着笑对我说：“想不到你唱歌蛮好听的嘛。”我打了个哈哈，没再讲话。什么吗？他再这样，我真的会抑制不住自己的。兄弟，我们就做峡谷的兄弟好吗？在混乱的思绪下，我抬手拿了桌上的杯子，一饮而尽，试图降火。我正想着这肉味道怎么变得这么奇怪了，怎么苦苦的，龚钦就凑过来，带着揶揄的表情说：“珍珠，你怎么喝了我杯子里的酒？
你倒的 real 在那边啊！我脸蹭的一下就红了，幸好这里面灯光暗。捏妈，谁给我杯子往那边挪了？他喵的完了！我这一咪咪大的酒量，喝了大半杯下去，今天这 KTV 不得给我掀了。至于我失去意识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我也不想去问。人是舍友带回来的，脸是我自己丢进的。至于公亲，我已经不敢想了。醒来之后，他发微信问我好点没，我都没敢回，甚至都没敢点开聊天框。直到晚上，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颤颤巍巍地接通，没敢吱声。珍珠，我在你宿舍楼下，要下来吹吹风吗？好，随便扯了几句之后，我一路低着头跟在他旁边，走了一小会后，他突然转身停住，我抬头看了看他，眼神认真温柔，嘴角还挂着浅浅笑。他嘴巴真好看啊，薄薄的，不知道软不软。珍珠，做我女朋友好不好？啊，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我说我喜欢你，珍珠，做我女朋友吧。咚咚咚，我感觉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是，我承认我很喜欢你，我很激动，但是我也很犹豫。我觉得你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很美好的存在，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人对于你而言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我觉得我的普通配不上你的好。公亲见我不说话，突然把我拥入怀中，边拍着我的背，边轻轻地跟我说：珍珠啊，我知道你脑袋瓜子里在想什么，女孩子不要总这么不自信呀。之前你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你对自己特别不自信。我们珍珠虽然憨憨的，但是很可爱很讨喜呀，性格好，三观正，多好的女孩子呀。你不用想那么多，我喜欢你不就够了吗？而且我也知道你也是喜欢我的。我在他怀里轻轻嗯了一声。你看，我就说他声音特别蛊惑人心，刚做好的心理建设，此刻激得溃不成军。兜兜转转之后，我还是把院草搞到手了，而且还是院草主动的。不去想些有的没的了，白伤感。帅哥都主动了，我要让他插翅难逃。我踮起脚抬头啄了他一口，他一愣，哑然失笑。还没等我开口，他就按着我的脑袋亲了下来，逐渐深入。虽然吻得略带笨拙，但是我的脸已经烫得像两坨火球了。他送我回宿舍临走前，我叮嘱他：公亲，你以后都跟着我做，跟着我一起走，一起吃饭。他宠溺地捏了捏我的肉脸，没问为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我是想昭告全世界，我拐到了一个帅哥男朋友。我也不会告诉他我给他封了个校草的名号。男人嘛，不经夸，夸了就会膨胀。恋爱小剧场一，谈恋爱嘛，女孩子就喜欢问一些小细节，比如我们在一起之前，你对我印象如何？你是不是早就暗恋我了？公亲眨眨眼睛，回答了一本正经。我第一节实验课就发现你老偷看我了，当时就觉得很无语，怎么会有人这么花痴啊？感觉你下一秒就要流口水了。呸，我哪有偷看你？我是观察你做的实验结果如何。自恋狂被当场戳穿，我恼羞成怒。还有呢？喜欢我是不是因为觉得我挺好看的？我一脸期待。因为我要给你个面子，不能让你这么辛苦的单恋我。公亲写着实验报告，一本正经敷衍我。我倦了，男人都是这样，在一起之后就开始变得不正经。我不死心，坐他旁边摇了摇他的胳膊。那你之前怎么发现我对你有意思的呀？总感觉你在我旁边莫名其妙的傻笑，而且你跟你闺蜜聊天也不知道遮挡些，随便扫一眼就看到满屏我的名字。我一时语塞，努力回忆是什么时候，但是又记不起来。还有那次你问我实验跟谁组队了，我说跟张月组好了，你表情明显一愣，随即就一副不开心失落的样子。捏妈，请问我表情管理有这么差吗？就在我痛心疾首的时候，公亲突然凑过来，满眼笑意。还有，你脸红的样子真可爱，小脸肉嘟嘟的，每次都忍不住想掐，但我只能假装没看到，不能戳穿你。我发出不满的哼哼声，试图打开脸上的两只大手。所以这就是你现在天天蹂躏我的理由吗？二，当然了，前女友这个话题也是不能少的。我特意挑了个他心情不错的一天，吃饭的时候特别狗腿的问他：那你为啥跟你前女友分手呀？性格不合适，比较公主病吧，喜欢无理取闹，也不太尊重我。那你当初为啥追她呀？我还不死心。不算吧，只是有一点课堂上的交集，觉得她比较文静淑女，她也对我有意思，自然而然在一块了。公亲说的比较随意，仿佛已经不在意这个人了。文静淑女？那你怎么突然口味反转？好我这口了。我一脸疑惑。公亲放下筷子，煞有介事地说：因为我姐的性格跟你很像，我从小受她折磨，发誓要找个文静淑女的女朋友，结果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她只是看起来比较文静淑女。哼，所以你就觉得我像你姐性格，一开始才对我那么冷漠吗？哼，到头来还不是要找我？呸！公亲不回答，满脸宠溺地伸手捏了捏我的脸。臭男人，爬！
那你呢？你怎么喜欢我喜欢着就去追别人了？受我谈恋爱刺激了，宫青竟然还倒打一耙。呸！你少自恋了，才不是。当然我不会承认，其实是受了他一丢丢的影响。何况相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也没多喜欢陈默，顶多算个有好感吧。只要我没什么感情，就没有被别人玩弄的机会。宫青看我眼睛滴溜溜的转，一副知道我在想什么的表情，笑着摇了摇头。虽然说宫青情商很高，但还是个直男，一个不懂得浪漫的直男。或者说他浪漫的方式很特别，别人家男朋友都会出其不意的从身后变出束花来，宫青不会，他只会每次从家回来拎着一大盒熟牛肉鸡爪过来，带着我去吃螺蛳粉。他说他爸爸对他都没这么好，每次都要给我买这么多牛肉，直到后来带牛肉去吃螺蛳粉仿佛已经是例行公事了。其实一开始我对这个专业是很抗拒的，我是真没想到前面几个志愿专业分数线高了那么多，我恰好就上了最后一个随手填的专业。我对化学、解剖、病理啥的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我时常翘课，在宿舍做条懒得翻身的咸鱼。但毕竟现在身份不同了，我是学委女朋友，那我不得做好表率，以身作则吗？所以我哈欠连天的跟着他去乖乖上课。那是节水课，我带着病理课本打算复习。在我打下第8个哈欠的时候，宫青低声笑了会。我不满地看着他，认真学习。你怎么还笑呢？珍珠啊珍珠，你是珍珠，要不回猪圈里睡觉吧，学习太累了，不适合你。宫青一脸调戏。我翻了个白眼，转过头去不搭理他。宫青常常说，天天带着我，仿佛养了个笨女儿。比如我对课程相关事一问三不知，连老师叫什么都不记得。比如我走路总是磕磕绊绊，平地摔跤。再比如我年纪轻轻就得了健忘症，常常把他叮嘱过的话转个身就抛到了脑后。终于在我第4次坐反地铁之后，宫青无奈至极，珍珠，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5一放假，由于我拖拖拉拉磨磨唧唧，又一次赶车生死时速，到了高铁站的时候还弄错了南北广场的方向。好不容易一屁股坐到了位置上，看到宫青给我发消息，猪猪，北广场过检了不？对呀，生死时速，刚坐下。哎呀，还想说你没过检，那我给你肚子上盖个紫色的章，猪肉质检合格，直接通过。跟我在一起之前的宫青明明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在一起之后总是想着给我盖章，还是菜市场那种猪皮上的紫色印章？宫青故作高深，你不懂，我这是提前熟悉业务，要是以后我去了检疫部门，就不用担心没见过世面了，毕竟你这样的猪我都见过了，我他喵的，我要分手。最近我宿舍都在痴迷于《梦幻 X 元》这款游戏，实际上就是消消乐。我上课打开游戏的时候，宫青不屑地笑了笑，问我是不是幼稚班的小朋友。我没搭理他，自娱自乐。玩着玩着，他就凑到我旁边指点我，说我笨，说我游戏黑洞。我一把推开他，这是幼稚班的游戏，你就不用凑热闹了。过了2节课，珍珠，你在我平板上下一个，这样你平板没电了可以玩我的。我信你个鬼，明明就是自己想玩了，口是心非的男人。下课吃完午饭后，准备上楼回宿舍的时候，宫青突然一把拽住我，笑眯眯地跟我说，珍珠，明天上课后你就会看到我已经领先你50关了。我翻了个白眼，无语，幼稚鬼。在一起之后，我们常常去吃 KFC， 有一次碰巧坐到了第一次和他来的位置，一时间内心充满了感慨。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吃 KFC 吗？记得，第一次看女生这么能吃的。宫青暗暗嘲讽我，呵呵，那会你不是还对我有意思的吗？怎么在我面前不注意一下形象？我呸，我已经很注重形象了好吗？最后那块翅根我都忍住没吃，我奋起攻之。不过那天回去之后竟然失眠了，以前喝可乐我都不失眠的。我换了个话题。宫青抬头很认真地看着我说，我也是，虽然每天跟你说晚安，但我其实根本没有晚安，虽然每天说了晚安，但我根本没有晚安。你在想我的时候，我满脑也都是你的身影。晚安。